2025每个生肖的综合运程。属鼠的拼命干，你不干有别人干。属牛的保守再保守。属龙的财运冲到数1数2的地位。飞龙在天。属兔的不要去做危险项目，特别是在农历。不要爬山。飞机事故啊。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又回到了我们的生肖运程解析。上一集呢，我们聊了6个生肖的运势，那么今天就来继续看看剩下的生肖朋友们。先从这个比较惨的开始。那属猪的朋友，我知道今年是冲太岁，那这个还能不能赚到钱呢？今年财运真的就是还是要靠个人的努力，比较辛苦，而且比较难看到回报啊。特别是自由职业者和自己做生意的人哈，工作虽然很多，收入会增加，但是花钱也多呀。那么对于上班族来说呢，就是我不是老板的话，事业上变化其实也是比较大的，因为冲太岁就会带来不稳定的因素，阻力也比较多啊，那就容易放小人呐，或者是得不到家人和上司的理解。那建议属猪的今年一定要心态很好啊，收入不一定会增加，但是起码忙碌的工作还是让你比较充实的。就是加班申请啊不通过，只给调休不给加班费。OK，那感情方面怎么说？感情的话呢，去年属猪的如果是结婚怀孕的话，今年还是比较稳定的。但是如果去年还是单身的，今年也会遇到新的感情。今年不是桃花年，但是冲太岁冲来的变化，就会让单身的朋友有多一些机会。好，那今年属猪的朋友身体上要注意哪些问题？属猪的朋友今年在健康上有很特别的注意，脚啊、面部啊，还有牙齿这些部分的损伤，同时开始也要非常的小心。开始撞了就先撞你的牙齿。可能牙齿就没了。OK，对，所以其实今年很适合戴太岁符的。OK，那冲太岁是不是还会带来很多是非呢？对，今年属猪的朋友容易招是非的，所以一定要低调，像刚刚说的大度一点，尽量避免与人产生冲突。另外，可以在家里的东南去放一杯水，西北放一些粉红色的水晶、粉红色的物品，来帮助化解这些是非，来增加你的人缘。那聊完属猪的朋友，那么现在聊一下咱们属鼠的朋友们财运怎么样呢？属鼠的今年就是辛苦得财的一年哈，特别是那些从商的还有创业的，工作量会上升，而且与客户的互动也会增加，生意机会是增加的。但是对于收入稳定的上班族，今年则很忙碌，但是可能不是成正比就是干得多拿得少了。那事业上既然这样，还有没有特别的机会啊？我除了拼命干以外，还要做点什么呢？今年呢，拼命干之外还是拼命干，你不干有别人干机会是很多的。属鼠的人还是比较勤奋的，这个没问题的。事业上贵人比较明显，努力是关键贵人再怎么样，自己一定要先自己做好自己的那部分。只要你肯努力，一直努力，总会被人看见的。上班都努力，你领导总会不小心看见的。那主要还是自己嘛，对吧？OK，是的。行，那感情方面呢？单身的属鼠朋友有没有机会努力？感情方面今年比较平稳，属鼠的今年还一般去年可能比较好哈。那今年呢，只能说碰见一些暗恋的对象，那能不能发展成恋人，还是主要看你个人的主动性。其中有2个月，就是农历2月和8月这2个桃花月呢，你们就把握好这个机会了，多参加社交活动然后其他月份就一般了。8月是我的生日，大家可以来我的生日宴会认识一下，认识新的朋友什么的。我每次一讲到桃花运，他就好嗨，他就是想要桃花嘛。对，听到桃花旺，整个人都嗨起来。屏幕前的单身的女性朋友也留意一下他，留意一下我们的原谅。OK。那我们健康方面，我们的小鼠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呢？健康方面，属鼠的朋友是总体良好的，没有刑冲，也没有疾病星其实唯一要注意的就是压力比较大，特别是来自于工作的今年是辛苦得财的一年，那么压力太大，有时候自己没释放呢，就会增加自己的身体的负担那工作已经比较辛苦了嘛，那会不会招一些是非小人之类的？属鼠的人缘确实没有去年那么好，但是还是好在有个贵人星可以帮忙的，可以帮忙化解很多的是非。只要你保持低调，专注工作，基本没有大问题。这个贵人星都会帮你化解的。OK， 行，那我们又到下一位了。下一位是丑牛我们属牛的人今年财运如何呢？属牛的总体还是可以的。牛牛，特别是从事创意、
艺术类的人，那巳酉丑本来就是三合嘛，对吧？会让他们的工作环境会比较稳定，合了嘛。同时，因为灵感的爆发，他们的工作上就会展现出特别的创意和突破，容易在事业上看到不错的成果。哦，那对于那些想要跳槽或者是想要开创新的事业的属牛的宝宝们，有什么建议吗？对于秋冬出生的属牛的人来讲，今年是适合发展的一年。但如果是春夏出生的人，则建议还是先观察，稳一点，等时机成熟再说。所以今年就相当于属牛的要稳扎稳打一点，特别是春夏出生的。对的，财运年对不同的命格的人影响是不一样的啊。对于那些比较低潮的人呢，保持保守的经营会对他们来说是可以避免很多不必要的损失的。那我们的勇敢牛牛今年感情如何？属牛的人今年感情还是比较稳定的哈，虽然不是桃花年，但是有红鸾星。那对于单身的朋友，可能会有一个新的感情机会，但这些机会更多就会在比较远方，多出去旅游就容易遇到这种，可以多出去外面远门找机会的。了解了。那我们最后说一下牛牛的健康方面。去年属牛的容易有肠胃问题呢，在今年也会逐渐消散的。在农历3月的时候，可能还会有一点点的余波，但是踏入夏天整个身体的状况就会有所改善了。需要注意的是，春夏天出生的属牛的朋友，今年的工作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所以一定要注意休息好。那在今年的是非上面，咱们属牛的朋友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呢？今年属牛的其实没有很大的是非需要去担心哈，因为它三合太岁嘛，小人在这里也是会小很多，小人基本可以忽略不计。忽略不计。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聊聊属虎的啦。哎呀，安南，你知道你今年是刑太岁啊？这个我知道，还我等了太久了，终于等到我了。我就很担心，我今年会不会赚不到钱，或者说我的财运平平啊？今年你的财运我们就不要太高的期待了因为你要刑太岁，要害太岁。对于春夏天出生的属虎的人那就维持现状就已经不错了，不破财已经很好了。秋冬出生的运气会稍微好一点点，运势还是有所上升的。那还好，我是有所上升的那一点，就是差的还是没有到最差，还是有一点点起伏的。那我在事业上面的话，会不会有一些大的进展啊？今年相刑所以还是会容易有小人放慢步伐，不要太过激进。事业上面我们保持平稳就好今年的重点是保守，保守再保守，保住饭碗就行了，不求有功，但求无过。那这个安南的感情运，哎呀，还是你好喜欢关心人家桃花运就是对，今年感情上可能有一点点小风波就是容易有一些因为小人别人的问题而影响到你跟你男朋友之间的问题就是容易被外人所影响有小摩擦，那就是要互相理解，格局大一点，而且呢，不要让工作和生活的压力去影响到感情。听到没有啊？回家之后不要再摆着你那个伤官脸不然感情出问题了就是怪你啊！我知道了，我会天天笑口常开，好彩自然来。那我的健康方面呢？今年呢，你的健康，属虎的朋友呢，需要注意的肠胃和皮肤，尤其是压力大，你知道女生压力一大就直接就爆痘肠胃对吧？所以平时一定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还有饮食习惯，不要吃辣的、煎炸的、刺激的食物。看你之前天天吃炸鸡的，我现在改不改得了啊？能行的，吃点白水吃点粥可以的。那是非方面怎么说？今年安南的小人是不是特别多？今年的是非心还是比较多的容易因为小事跟别人起争执，那尽量减少社交，保持低调。那有什么是非呢？要自己画句号，不要再纠缠下去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所以你以后就不要再盯着我了，我会很容易爆掉的。那聊完了我们的属虎的，先聊一下我们的小兔子。属兔的朋友，因为有贵人来扶持，那财运是慢慢好转的特别是秋冬出生的，他们在旅行、换工作或是签大单的时候，容易获得贵人的帮助。今年的步伐虽然比较慢但是只要你愿意稳一点，还是会慢慢提升的。那看来今年的重点就是在多走动、多提升，
那么我们在花钱上面有没有特别要注意的地方呢？今年属兔的在花销上面还是容易集中在投资和事业拓展上，那一点点的适度的投资是可以的，但不可以太冒进，尤其是春夏天出生的，还是要保守为主。OK，那事业方面是不是也比较有希望呢？因为有驿马星加持嘛，多走动，我感觉是不是机会就多呢？对，你还懂驿马星哦。哎呀今年对于属兔的朋友哈，事业上面的动向还是比较明显的。如果你从事需要经常出差啊，需要经常去外面的，今年是一个很好的发展的年份。那些想要说考虑换份工作啊，或者说想要创业的朋友们，有没有更好的一些节点或者建议呢？如果你想创业或是转职，就是换新的工作，今年是一个不错的节点。不过还是要注意步伐，像刚刚说的，今年不要太过激进。就三思而后行，就想好了要不要换份工作对再去做打算。好，那感情方面呢？感情方面，属兔的今年虽然不是桃花年哈，但是刚刚说的驿马星也会催发你一些外出啊、出差啊，就多了一些遇见心仪对象的机会了。那如果有伴侣的呢，可以与另一半去旅行，也可以增加你的感情。那就可以计划一下去进行一个深度的旅游，对，旅游就会好一点是可以促进感情的。那我们属兔的朋友今年的健康状况怎么样呢？健康方面，主要就是避免外出的意外，还是要注意安全哈。特别是在农历8月、10月外出的时候，还是要保护好自己，不要去做太危险的一些项目。我看最近呢，这飞机总是有事故啊，对，哦就我们还是不要去高铁太远了，坐高铁坐高铁比较好。然后爬山什么的也规避一下，就不要爬山，就可以去可以爬山，但是要注意保护措施。那在是非方面呢，属兔的朋友要注意些什么？属兔的朋友，今年人际关系真的不用太担心的，尽量的低调行事，因为毕竟离火运嘛，还是不要锋芒毕露啊，这样就总体来说还是 OK 的。OK，那建议属兔的朋友今年多利用驿马星的力量外出走动，扩展自己的人脉，还可以提升自己的运势。那无论是事业还是感情，都可以积极主动一点来获得突破。OK，终于到了龙了。哎，去年听说属龙的人犯太岁非常痛苦，那今年怎么样？财运有没有好转？今年属龙的财运已经是逐渐的上升，而且是一冲就冲到数1数2的地位了嘛！啊，特别是从商的人，今年的财运也会明显的提升，生意也会逐渐好转，尤其是在春夏过后，业绩就上来了。哦，这个叫飞龙在天呐！那属龙的朋友是不是要买些彩票碰碰运气啊？可以试试哦，但是也不要太依赖运气，还是主要靠努力打拼。今年的财运是通过努力和机遇双重推动的，从商和创业的朋友要抓住这一波机会。那事业上是不是也是顺风顺水啊？哎，可以这么说，因为属龙的朋友今年在人际关系方面会特别的好，桃花年嘛，不仅提升他个人的魅力，还帮助他拓展人脉再加上还有贵人的帮助，所以升职加薪就机会多很多了。那感情上属龙的朋友今年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今年感情上属龙呢，真的是有很不错的一个亮点，单身的朋友会遇到一个心仪的对象，可以多参加一些社交活动啊、商会啊，记住桃花虽好也是容易带来口实和是非，因为人多嘛。那如果是涉及感情问题，大家还是要低调一点。就是如果有情感方面遇到了一些小风波，建议呢咱们还是潜龙勿用，忍一忍。这个好有文化，好有用得文化，很对，特别是在清明之前，还是要保持一个耐心，避免与他人产生冲突。但是清明之后就基本没问题了。那即使有小人烂桃花，在这个时候也就会随之而去了。那就大家就忍一忍，忍到3月之后，一就切都好了，就跟别人争女那 battle ，battle， 忍一忍啊。OK。那去年犯太岁的时候呢，有很多属龙的朋友觉得肠胃不太舒服，那么今年有没有好转呢？今年的整体状况会好很多，尤其是你刚刚说的肠胃问题春季还是要注意一下饮食，尤其在农历3月刚刚提的那个节点，还是容易有皮肤和肠胃问题，但是过了农历3月就好了。行，那最后我们总结一下，老师这么一讲，那12生肖在2025年的运程是各有千秋就犯太岁那4位就没有那么好了。然后我听到鸡啊、龙啊、狗啊都特别好，所以大家是不是对新的一年很有期待呢？然后对新的一年运程没那么好的，老师也给了我们建议和化解方法那大家一定要去用心的做
对，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都能根据自己的生肖运势好好把握机会，趋吉避凶。对，有行冲克害的人记得请太岁符哦。对，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观看，也希望大家持续的 follow 我们的圈头，我们下次再见，拜拜。